亲爱的朋友们，家里面的废旧钢丝球不要再扔掉了，那样简直太浪费了。把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利用起来，解决了家家户户的大烦恼。方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，只可惜很多人之前还不知道，快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生活妙招。钢丝球是我们厨房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清洁工具，通常是由非常细小的钢丝编织而成。它的特点就是坚固耐用，且能够非常有效的去除顽固的污垢，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洗碗、洗锅等等。然而，很多家庭像这种用过之后的废旧钢丝球都会直接将其给扔掉。如果这样，你就太浪费了。其实，这种废旧钢丝球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妙用，把它合理利用起来，一年可以省下好几百哦。具体是怎样使用呢？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几个废旧钢丝球的作用吧。首先，家里面的这种遥控器都有吧？往往会遇见家里面的遥控器电池没有电，无论是空调遥控器或者是电视机遥控器等等。然而家里面的电池往往会有，但是型号对不上，就是太小了。7号电池的时候，家里面只有5号电池，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钢丝球利用起来。当然，这里的钢丝球必须要晒干的，里面没有水分。我们只需要用剪刀给它剪出2小块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将这2小团钢丝球，我们给它轻轻搓一搓，搓成这样的小团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塞进遥控器里面。当然，塞的时候一定要塞对方向，放入有弹簧的一端，然后我们再把小1号的电池给它安装上去即可。另一端也用同样的方法塞进钢丝球，然后再装好电池，最后再把外壳给它安装上去。现在试一试，可以看见遥控器也已经完全通电了。因为钢丝球晾干以后，它也是导电体，因此完全可以用它来和电池导电。如果你平时也遇见这样的困难，就赶紧试一试吧。然后我们准备一张纸巾，剪刀家家户户都有吧？用久之后，剪刀就会变得发钝不锋利。其实大可不必用磨刀石，或者请用磨刀师傅，我们只需要用它来剪钢丝球。把剪刀的刀锋每一个部位从上至下轻轻地剪一遍，这样我们就起到了一个打磨的作用，完全不用担心用它来剪钢丝球剪出切口。因为钢丝球它特别的柔软，因此我们这样剪过以后，你就会惊奇的发现，你刚刚还不锋利的剪刀，它就会变得非常的锋利了。我们可以看见刀锋上面经过打磨，看起来就非常的锋利了。无论是什么样的剪刀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。然后我们将剪下来的钢丝球碎末用纸巾给它包好，因为剪下来的这些细小的钢丝球非常容易的扎进皮肤里，因此我们给它包好扔进垃圾桶。第三，我们可以准备一根这样的扎带，绳子也可以。然后我们用扎带把钢丝球给它绑起来。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它拉紧，
那么这样捆绑好以后，它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家里面的洗碗池，相信家家户户都遇见过这样的问题。虽然说洗碗池它有过滤网，但是难免有细小的渣子从过滤网漏下去，从而导致洗碗池下水道堵塞。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废旧钢丝球，然后把它从过滤网中这样穿过去，然后再从上面再回旋的穿过来，最后我们再把扎带给它这样打一个结。因为扎带用起来比较的方便，因此我选择用扎带。家里没有扎带，用绳子代替也是可以的。最后把套好钢丝球的过滤网放入下水道，它具有一定的柔性，我们微微用力给它按紧就可以了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我们是在洗菜、洗碗、刷锅的时候，无论再小的渣子以及剩菜的残留，也不会再落入下水道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们可以将弄好的给它拆出来看一看。拆出来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弄好的钢丝球已经吸住了这一块小菜叶，很明显它就是透过过滤网而掉下去的。如果长期以往，下水道就会被堵塞。当然，这样的钢丝球不仅可以放入洗碗池下水道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入卫生间里面的下水道，因为长期在卫生间里面洗澡洗头，难免头发会顺着过滤网而漏入下水道，而把钢丝球放入卫生间里面的下水道，它就能很好的将身体上的毛发给过滤到，从而防止卫生间下水道堵塞哦。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用这个方法呢？最后，我们家里面的燃气灶，如果你也遇见了长期打不着火，或者打火着了就灭的情况，有可能是这些出气孔被锈迹给堵住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废旧钢丝球，用它来擦拭上面的锈迹。因为钢丝球它的摩擦力和刷洗能力都非常强，只需要轻轻一刷，就可以看见上面的锈迹已经开始掉落了。当然，如果清理好这个过滤以后，我们也有可能是打火针出现了状况，我们可以将打火针取出来，也可以将打火针涂在上面，用钢丝球这样摩擦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有可能是打火针上面被脏东西给堵住了，从而引起不导电。因此，打火针我们也要经常清理哦。这也是废旧钢丝球的一个小方法，小妙用哦。朋友们，没有想到吧？原来一个废旧钢丝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这么多的小妙用，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、大烦恼。方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，制作视频不易，看们记得在下方给我点个赞哦。小技巧大作用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的生活小技巧、小妙招。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